好不容易从国外带回台湾的咖啡机，结果因为电压不一样不能使用，那该怎么办呢？你一定会想到要用变压器来做电压转换，但是你知道吗？变压器的电压如果太高，它会直接把电器给烧坏了。而变压器它的容量如果不够的时候，它也会损伤我们的买回来的电器。变压器只要插上去就可以用，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Hawk。如果你会从国外带电器回到台湾使用，或是从台湾带电器到国外去，那你一定要看看今天的影片。今天的影片它会告诉你变压器它的电压是怎么挑选的，还有如何计算变压器的容量，还有如何安全的使用变压器。因为每个国家的电压不尽相同，所以当家电产品要跨国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碰到电压不相同，所以不能使用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变压器它能够升压或是降压的功能，来让我们的电器能够正常的使用。但是要先说明一下，今天所讲的变压器，跟现在有些会被称作变压器的适配器，它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讲的变压器，它的英文是 transformer， 它是用来改变交流电压的大小。而现在所说的适配器也被称为变压器，但是它的英文是 adapter。最常看到的用途就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像是充电器这一类的产品。从结构上来说，变压器它是由铁芯跟线圈所组成的单一零件。但是适配器它是由很多的电子零件所组成的电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不过呢，好像也不用太计较，反正大家都知道在说什么东西，这样就好了。变压器的电压规格有两个，一个是输入电压，另外一个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就是指墙壁上面插座里面的电源。那输出电压就是指电器所使用的工作电压。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器从欧洲买回来，要在台湾使用，那这时候我们要选的变压器输入电压就是110伏，因为台湾的电压是110伏的。那输出电压就要选择220伏，因为欧洲大部分的电力系统所使用的电压都是220伏的。频率的部分，因为全世界的电力系统只有50赫兹跟60赫兹这两种，所以我们在选择变压器的时候，就选择50赫兹跟60赫兹都能够通用的，不要选择只有一种频率的变压器。这里有一张表，它列出了市售的变压器的电压还有频率的规格，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张表里面有提到日本的电压是100伏。但其实不管是台湾的电器拿到日本去用，或是日本的电器拿到台湾来用，都可以不用经过变压器，直接插在墙壁上的电源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那就买个变压器来使用吧。变压器的容量单位是瓦特或是 VA， 而变压器它的容量是根据我们所买的电器产品它的消耗功率来决定的。那电器产品它的消耗功率通常也是标示成瓦特，但也有一部分它是标示成 VA。接下来我就用举例的方式来说明如何计算我们所需要变压器的容量。假设电器用品它的消耗功率是900瓦，那我们就用900瓦乘上 1.4， 得到1260瓦。那我们可以去选择接近1260瓦整数位的变压器，像是1200瓦，虽然低一点，但是是可以的。那这个 1.4 是什么？这个 1.4 是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变压器它的效率，那我把变压器的效率设定在9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只打算用到变压器80%的容量，所以用这2个数字来去计算出这个安全系数。一般来说，现在变压器的效率都可以做到90% 以上，但是有些变压器为了压低成本，它会使用铜铝合金来作为线圈，而不是使用铜来做线圈。那这样的变压器它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比如说它标示成1000瓦，但实际上它只能输出500到700瓦特左右的功率。另外，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把输入跟输出端的电压交换来使用的变压器，那它的容量计算也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变压器的规格选择不外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容量还有频率。那你可以参考这张表，那这里面可以提供一些选择变压器的协助。变压器尽量不要用到最大的功率，最好只使用到变压器80%的容量左右，这样就好。变压器它的容量跟体积大小是成正比的，容量越大，它的体积就会越大。但是市面上有一些变压器它会标榜大容量，但是却是小体积，这种变压器要注意了，因为它通常会有一个时间限制，也就是说用在大容量的时候，它的时间不可以超过多少分钟。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在选择变压器的时候，最好还是选择我们长时间能够工作的变压器容量。把变压器的容量用到满载甚至是超载的时候，它的输出波形会产生变形，这种变形就是所谓的失真。那这种失真的波形，它其实是会伤害我们电器产品的。变压器在使用的时候它是温温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它有没有发热或是发烫，因为如果有发热或是发烫，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变压器有异常，或是我们用的它的功率太大了，超过了变压器它的容量。那这个时候建议最好换一颗变压器，或是选择一个容量更大的变压器来使用。在有使用变压器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要把电器关掉，那最好是先关掉电器上面的开关，然后再关掉变压器的输入电源。好了，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赞，点个订阅，谢谢。